我的道，我要守的苍生，都要有他。昔者庄周梦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。自于是至于，不知周也。俄然决，则渠渠然周也。师姐，你还没看够呢。当然怕了，所以这不是来拉师姐你下水了吗？早课赛后，师姐可有什么安排？不若同我一起去看新补来的灵兽，听说有只叫陆端的，长得可奇特啦。唉，师姐你也太努力了，我知道你一直不能突破有些着急，可进入长元境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呀。更何况你修炼的可是灵羽术，古往今来都没第二人有你这样的天赋，修炼慢些也正常。师姐你就放宽心吧，你的师傅可是3界第一剑修空无真君，这世上还有能难倒他的事吗？他肯定会助你找到方法的，而且等你突破的时候有他护法，什么心魔都不足为惧。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，蝴蝶之梦为周语。专心上早课。我们回去吧。在想什么？怎么不说话？确实很久了。这还是你刚拜入师门时我做的。那时你连青衣诀都还不会。云霞山天气无常，我便想着做把伞，你也好遮一遮。可你总是忘了带，我便只能打伞去接你。久而久之，我竟有些习惯了。
就将灵语术用在这方面。一直在担心我会因为你的走神不高兴吗？我永远都不会对你失望的。我们修道之人，以道为核心。你迟迟无法突破，不过是因寻不到自己的道。你执念太重，一味执着于境界突破，于是所谓本心，反倒被遮匿了。个人有个人的道，徒弟也不是非要同师傅一般。你有自己的想法，我理解。我只是不想你太急躁，躁则忘，你可明白？你也不必太担心。我已拜托了掌门以卜筮之术，为你寻个契机，总有办法的。是掌门的洞府，青霞关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昆吾来了，进来吧。昆吾的弟子也来了，那便一起进来吧。弟子遵命。弟子左然，拜见师父。坐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，没想到竟然这么狼狈。师父。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天现异象，是大凶之兆。卜筮之术就是以人力谋天算，我算到了本不该泄露的天机，自然要付出代价。我叫你与你徒弟一同进来，想必你心中已有了计较。只是问个突破境界之法，竟牵涉如此之多。灵语术乃上古秘法，其后所蕴藏的力量，实非你我所能想象的。我本以为只是算个突破境界之法，没想到却算到了凡事将有大劫。上古时期被封印的魔尊，不日后将苏醒。率领魔界一众，旨在踏平三界。届时，无人可抵挡其铁蹄，最终生灵涂炭，血流成河。是，只有你能化解这场浩劫。师父是在说笑吗？弟子的徒儿连朝元境都未能突破，如何能救师？现在不能，
不代表一直不能。我只问，你可有这份救世之心？你想都不想。这个倒是不难，你本就自凡世而来，只需再去凡世走一遭，一切问题自迎刃而解。世上之事，本就最易当局者迷。哦，朵然，你还记得当初我问你时，你是如何作答？弟子自然记得。天下有道，以道训身；天下无道，以身训道。若为当今天下不平之事，九死亦无悔。那既然你徒弟也有此等抱负，你应如为师当日一样，以他为傲。可是，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他乃弟子的徒弟，生死攸关，我自然在乎担忧。只是师徒，我罢了。你既然担心，就和他一起去凡世。其余的，等你们回来，再聊也不迟。怎么会？不，不是因为你，我只是有些担心你。凡事历练，吉凶未卜，救世图谋，更是危险重重。你不该担下这样的重责。我希望你是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，任何事都不该成为你的束缚，包括我。守护，这简简单单的2字，我怕会压垮你的脊梁。同我一起，你总是这样说。我明白了，走吧。
去凡世。一切可还同你记忆中一样？没事，我们也不过是随意看看。瞧你这雀跃的模样，只怕我不能说不行。走。你说起来头头是道，像是曾经见过。哦。忘不掉就罢了。你所在乎的一切，只要你铭记，就永远存在。你看那边，那是什么？原是如此。小心！公子，要不要买花？公子，买枝花给你的心上人吧。在白首灯会上送的花都有花神庇护，会保佑你们长长久久、白头到老的。好啊，不过桃花就算了。我想赠他一支白梅，你可有？正巧是最后一支了，公子的运气可真好。来，拿着。入乡随俗，何况我见旁人都有，你也当有。我不知道，我只能确定的是，这一切都会在我的身后。那么在我倒下之前，绝不让任何人受到伤害。但此刻，就先别想那么多了。快要放焰火了，你不该错过的。那是什么？是仙人降世？怎么可能？肯定是这家布置的助兴节目。我有3尺剑，全沾光露离。服中不争，切玉如泥。水断蛟龙，陆团息。
三军白首才一挥，西哉挂壁无所失，矢之补履不如追。吾将报愤速于地，手持此剑上天飞。追！怎么了？不对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此地早该荒废，不可能还和曾经一模一样。此处设了阵法。抽离五感，清心所念。许久未见，昆吾真君又变强了。哼，许久未见，你们倒是一点都没变。还是这么卑劣。真君莫急，你就不奇怪，我们此等卑劣之徒，明知实力悬殊，为何还敢螳臂当车？啊，你。真君可还喜欢这和稀泥的滋味？这可是我们魔族的秘药，种隐者的功力越强，效用也越好。我劝真君还是别妄动灵力了。和稀泥这种药，本就是耗的灵力越多，就沉溺的越深。可别污蔑我们，这药是你师父自己主动拿去的。真聪明。那你能猜出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吗？退到我身后。真君，你就别这么不识趣了。给你下祸心引，就是因为我并不想要你的命。只要你乖乖交出你的徒弟，我肯定不与你为难。我只能确定的是，这一切都会在我的身后。那么，在我倒下之前，绝不让任何人受到伤害。
你疯了！以你现在的境界，根本不可能施展出这么强的灵语术。你要做什么？停下！强行突破境界，会走火入魔的。这就是真正的灵语术吗？别再继续了，快停下！你怎么样？你想逃到哪里去？找到你了！都叫你别再逃了，还是乖乖和我走。萧瑟剑，一介霜寒14州，是云霞派的左然。原来连魔界的人也知道我。左剑修，来此有何贵干？路过。既是路过，何不高抬贵手？我等也无意与你为难。我话尚未说完，路过，顺便斩妖除魔。没想到云霞派左然看似霁月清风，实则也是个贪图灵语术之人。哼！多嘴！我是怎样的人，与你何干？萧瑟，斩！还有何事？你想留在我的身边？
是我吵醒你了吗？让你久等了。这是紫霞木，蓬莱的人同我说，这种树不老不枯，花开不败。我见了觉得有些意思，便想让你也看看。而且，没有任何灵宠可以比它的寿命更长。云霞派的规矩是，师傅要给刚入门的弟子送一只灵宠。我想了许久，总觉得那些灵宠都不如紫霞木好。以后我不在的时候，就有它与你相伴。无论多少年过去，它都会在这里，一直陪着你。怎么现在还叫我的名字？难道是改变主意，不想拜我为师了？师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掌门果然没有骗我，他说你今日必定会醒，你果然就……你先别急，容我慢慢回答你。是昆吾真君带你来这里的。那天他抱着昏迷的你回来，把我们大家全都吓坏了。可谁问他发生了什么，他都不说话，只是一直在求掌门救你。是啊，你强行突破境界，导致走火入魔，唯有搜魂术可以移救。但此术风险极大，施救者一招不慎，便会同被救者一起沉沦心魔。事宜他刚提出时，我并不同意。可他是何等倔强之人，我从来都拗不过他。放心吧，你既然醒了过来，他自然也没事。我只是见他一直守着你，很是疲惫，所以才叫来程程，让他替他一会儿。不管怎么样，师姐，你现在总算成功突破潮元境，得偿所愿了。程程，你先退下吧，我有话想单独和你师姐聊一聊。好，弟子告退。师姐，晚些我再来看你。前不久，我们也是坐在相同的位置。那时你问我该如何突破，我便为你指了凡事历练的方法。可现在看来，无法突破境界，其实是一种保护。一旦踏入潮元境，
你便领悟到了灵语术真正的奥秘，也就无路可退了。灵语术亦称化梦之术，施术者为种树之人造一场梦，再以自身灵力将梦化为现实。而这所耗灵力，则取决于制造的梦境和真正的现实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异。你当时还是巨顶界，既想要驱除左然所中的祸心瘾，又想杀了那院中所有的魔修。没错，正是这个道理。此间差异涵盖世间万物，所需灵力自然也是难以估量。是，甚至很有可能耗尽你所有的灵力，也无法成功。可即便如此，要拯救三界，你的灵语术依旧是最好的办法。什么最好的办法？师父此言未免太过绝对了。方法总是有的。守护苍生一途太难，至少他该有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守苍生，难道非要负他性命？天命如此，又能如何？此等天命，何其不公！若命定如此，我便改命。可守护苍生，正是我辈修道之人的使命。他亦是苍生。我的道，我要守的苍生，都要有他。即使身死，神灭亦无悔。还在讲刚刚我师父说的那些话？宁愿是你自己。难道我就能做到吗？看着你孤身赴死，却让我袖手旁观，莫要对我如此残忍。你说过要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就已经不作数了。搜魂术是以魂补魂，清醒者的魂魄必须侵入幻境，才能捕捉到迷失者的神魂。只有当我们的魂魄相认，你的神魂才能摆脱桎梏，重归躯壳。是，你问我时，我刚好找到你。那时我没来得及回答你。现在呢？你还想要我的答案吗？还有这只白梅，上面的祸心瘾我已经去除了，你还要吗？
是魔族来了。看来，离魔尊复苏的日子越来越近，他们也越来越不安分了。魔尊有令，谁能活捉那个会灵语术的，重重有赏。萧瑟，昆吾真君，师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但他们现在倾巢而出，就是为了要抓你，师姐，你不该出现的。看来是那次你展露出的灵语术的效果，让他们觉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你抓走。师姐，你还是快走吧，这里有我们。魔修的目标不是师姐，而是整个人间，而守护人间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，绝非一人之责。云霞派众弟子听令，请诸君随我一起斩尽妖邪。如此耗下去，大家的灵力与体力都有限，防线迟早会露出缺口。如今之计，唯有用灵语术一招制敌。你一人的灵力自然不行，但是加上我的呢？师父，不可！如今已是生死存亡之际，牺牲在所难免。左然的修为已不在我之下，若对战，我未必能取胜。既如此，不如将我的灵力用在更值得的地方。师父，情势尚未到山穷水尽的那一步，即使到了，也当是由我来。不，左然，你的终点不是这里。你一向不信命数，总要走出自己的路。我欣赏你的勇气，也希望你能走得更远。但师父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。早在算到末世之劫时，我就已料到了这一日。不必伤怀，你有你所无悔的追求，我亦是。身为云霞派的掌门，保护弟子乃我分内之事。师父，时间不多了，施咒吧。去吧，去护住你们想护住的一切。师父真的算到了这一切。
终是该知道这一切的。师父，我还是想去，即使会遇到那所谓的命定之人，我也想去。卓然，我知你很想突破境界，但你还年轻，机会还有很多。天命之劫可不比其他，这一般都是生死劫，其含义你难道不懂？为其生，因其死。但弟子认为，生死由我，不由天定。而且那人既与我突破有关，我更不能错过。唉，我知你有了主意，便怎么也劝不回转，可还是想劝。师父爱护我的心，我都明白的。你是我最有天赋的徒弟，却迟迟无法突破，我才想以补世之术为你寻一个契机。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，让你走上这样一条路。师父放心，我既知晓前路如何，自然会有心回避。唉，我只怕你是退无可退，有心无力。后来，机缘巧合之下，我还是去到了那片竹林。是，我于凡世行走，人间百态见了许多，心底虽有触动，却尚未悟到本合，直至见到了你。你一身泥泞，无人可依，跌跌撞撞朝我跑了过来。那一瞬间，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只是握紧了手中的剑。然后我忘记了很多。师父的挂语，你我注定缠绕的命运，所谓生死的谶言，那是我第一次什么也没有想，我有一个念头，我要凭剑斩尽天下不平之事，我要世间再无同你一般遭遇的人，我要你的余生再不会被雨淋湿。是，其实当你在竹林里求我带你走时，我就该拒绝的。可你握着我的衣角，那么用力，我便想着至少先为你提供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，之后再为你做些别的打算。即使生死，神灭亦无悔。是啊，我为何改变了心意呢？因为我放不下了。曾经我一人独身惯了，也以为那样没什么不好。可我自蓬莱归来的那一天，当我看到你只身一人在……就是那里，你在那里等我，即使疲惫也没有离开，反而直接睡着了。
看着你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被等待也是一件不错的事。你说你想留在我身边，但实际上，是我无法放开你。如果能用师徒的关系留住你，那我毫不犹豫。不，或许这样还不够让你明白。我想说的是，就算你不是我的徒弟，就算我们不是师徒，我也想一直留在你的身边。那又如何？我之前一直认为挂局不过是为未来提供一条可选的路，但如今，我更希望那就是我们的必经之路，不死不休。也可以理解成白首不离。怎么哭了？已经不再那么难了。我有了同行之人。我可以答应，但不想以师徒的关系答应。我想要最牢固、最长久，也最能代表我心意的关系。成为我的道侣好吗？不，当然不是现在，现在太仓促。待我们出了魔尊，等这一切结束，就在福霞落，我们同之前在凡世看到的那样成亲吧。我一想要给你那般盛大的婚礼，向你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。你既应允，那约定便成。有了约定，怎能没有见证？紫霞木不老不枯，以此为证，自是亘古不变。无论前路几何，纵千秋万岁，你我魂魄总会重逢，长依相守。以此掌印为誓，此心不变。
掌门、师姐，我们同你们一起去吧。不必了，这件事我们2人就足够了。可守护人间是我们大家的责任，我们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。师姐，我明白了，请掌门与师姐放心，我等必不负嘱托。望二位顺利完成屠魔大业，早日归来。看来魔尊已完成了肉体重塑，离完全恢复差不了多少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本座欲去找你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是谁？修为倒是不错。他的父母家人，我的师父聂秋，那些云霞派弟子，还有无数无辜百姓，因你而死的人实在太多，该结束了。看你们俩配合的有来有回，真是碍眼。不必将灵力浪费在此处。看来还是得先把你给除去。就是现在！大胆蝼蚁，竟敢暗算本座！皮肤亦能撼树。那又如何？本座还会抽离人间。
你醒了。还记得灵语术的本质吗？化梦为真。我们现在就身处于灵语术营造的梦境之中。没错，这些年你一直以自身灵力惯养着他，他便早已与你一心同体。当你催动所有灵力将魔尊抹除时，紫霞墓中的灵力也有所感应，期间灵力虽不算多，却已足够让我们成亲了。是啊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待到一切结束，我们就在福霞落结为道侣。你在害怕？不论是这梦境终会消散，或是我们还能回到现实，于我来说，能与你相守相依，哪怕一瞬，已是夫复何求。什么都不需要，你是最美的新娘了。不过，我听说凡世夫妻常以画眉为乐。好，我会尽力。你说说看。我怎么觉得不仅仅是这样？为心爱之人描眉画眼，任何一方都不能移开眼神，彼此注视，即使无言，也能全然明白对方心中所想。惜今日良缘中地，花好月圆，补他年白首不离，心燕而至。你可愿嫁与我，做我一生一世的妻子？我猜接下来一定会说愿意。可听得清楚？初次使用水晶传影，看来效果还不错。南州城那边，你可已有心仪的房宅了？啊，选定了就好。那等我将紫霞墓照料完，便回来同你一起收拾。是，云霞山这边变了很多。毕竟我们在梦境中待了那么多年。世间白云苍狗，早已物是人非了。云霞派不复存在，人们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寺庙，名为云霞寺。不过如今世道清明，人人安居乐业，倒无甚诉诸神明的愿望，是以这边的香火并不旺。你的神情，是在担心我会因这样的变故而神伤？其实来之前我的确有些忐忑，但真的到了这里，反而十分平静。这里早已不存任何属于昆武真君的痕迹，
从前种种，不过是昨日泡影，我又何必在意？我该在意的，是此后种种，只属于你我的故事。想做之事还有很多，可最想做的，还是要与你一起筹办一场白首灯会。说好了要同凡事一样成亲，那便要每一桩每一件都做到，否则，便不能称之为圆满。再往后，或是长久定居于南州，又或是随着心念而起，浪迹江湖。只要你想，天涯海角我都陪你。若有哪一日我们累了，便再一同回这里来看看。说不定到了那时，许久未开花的紫霞木，会再一次花满枝头。